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观自在跟观世音呢，其实都是指同一尊菩萨啦，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只是因为翻译的角度不同，所强调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了。从字面上来看呢，声音是用听的嘛，那怎么会叫做观世音呢？叫做观呢？原来这个观不是用眼睛看，而是观察、关照、体察的意思了，更深远啦。那观世音的音，也不是单指声音而已而是泛指众生的哀嚎声啊、哭泣声、呼救声、痛苦声，甚至没有声音的心声等等，这些都叫做音啊。所以观世音的意思不是单纯在听声音的而是透过声音去了解众生的疾苦。例如，同样听一个人讲我没事啦，我没事，一般人只是听到他讲我没事这句话的声音啊，但是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是怎么样呢？听出他讲这句话背后的委屈、压力跟无奈了。平常我们讲我没事，其实有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有经验嘛所以重点不是耳朵听见什么，而是透过慈悲跟智慧看见了什么，所以才会叫做观世音呢。没有人讲听世音嘛，对，道理在此啦。心经一开头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对不对？第一句观自在，这个观也不是用眼睛看，而是观察自己的身心，关照自己的念头，洞察事物的真相因此观自在是向内关照自己的心，偏重是内在的修行那观世音是向外体察众生的苦，偏重的是什么？倾听众生跟慈悲利他所以观自在是对内，观世音是对外。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例如三更半夜里面妈妈听到孩子的咳嗽声，马上知道我孩子是不是感冒了？不知道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那妈妈只是听到这个咳嗽声音而已而是她马上听到背后的需要，想到背后的需要这个就有一点像观世音的这个味道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说到，观世音菩萨观其音声，皆得解脱那这里的观也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智慧跟慈悲去体察众生的苦难。后面讲皆得解脱嘛，这个解脱两个字是讲什么呢？经过观察之后还会依因缘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意思所以观世音的精神其实就是包含了三个层次：看见、理解、行动，这样才是真正的观世音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只观自在而不观世音这样很容易变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啦。相反的，只观世音而不观自在这样就会变成什么？不会善待自己了，因为观世音不观自在所以他不会懂得善待自己也会很容易把自己耗尽最圆满的方式是什么？两者合而为一啦观自在也不是因为要一切顺其自然自在嘛就想说是不是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随顺因缘而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管，不是这样而是面对这个自在的面对顺境不骄傲，遭逢逆境呢不抱怨，这样才是真正的自在。也就是《论语》所说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
意思就是说，多要求自己，少苛责别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啊，会失败啊，会老去啊，会生病啊，所以要能够接受无常，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更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面啊，要靠别人的掌声跟喝彩，不是这样子，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付出跟学习成长来充实自己的生命。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就是自己这样子做，这样也是叫做自在啦。别人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如果马上生气或受伤，这样就是心随境转，叫做不自在。但如果自己知道情绪起来了，而且还能够不急着反应出来，还是保持着不动如山呐，那这样就是对境无心的功夫了，就是以心转境，这个叫做对己观自在。那没有这种功夫的人，很可能会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那这样就是不自在啊。这个我们平常都会发现这种事情啊，常常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不是吗？所以真正的自在不是没有烦恼，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们不跟他纠缠，心不会被境界所绑住了。那观世音不是只听见苦难众生的声音，或站在旁边看而已啊，观嘛看不是哦，而是包含了观察、理解、感受、回应，一直到行动，化为行动，这样才是完整的过程啊。观世音完整的过程啊，其实观世音跟观自在两个是一体两面的，也就是观世音是对外的慈悲，观自在是对内的智慧啊。观世音是听见众生的苦，观自在是彻悟人生真相。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解释呢，开车的时候顾好自己的精神跟安全，这个就是对己观自在了。那礼让行车，保持耐心啊，这个就是对人观世音呐。所以对人观世音，我们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对别人多一点倾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宽容。修行不是只会要求别人，或要求别人来听我们的，而是学会听别人讲，听见别人心里的苦。所以自己要能够先观自在，才有力量去观世音啊。那正言上人就是最好的人品典范。几十年呢，一直到现在呢，每天跟全球志工们的温馨交流了，都是耐心坐在那里，用心听着志工们的心得分享，整天坐在那里一直到半天过去了，志工们都讲完了，最后才有上人做20-30分钟的开示的总结。所以几乎整个交流会，上人都是在倾听志工们的心声不是上人自己在讲这个就是真真实实的观世音我们要学这种精神那要做到观世音，要有5个条件第一，用耳朵听听别人把话说完，不要听1-2句就马上急着反应或批评对第二，用眼睛看见别人的需求，看见别人的辛苦。第三，用嘴巴说，多说雅言正语，多说鼓励的话，少说负面或伤人的话。第四，用双手做，能帮忙就帮忙，能付出就付出，甚至别人不做的，我们拿起来做。困难的事情我们主动去做，简单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这样我们不但得到学习的机会，人家也会感恩我们对不对第五，用同理心去感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苦他人之苦，悲他人之悲这个就叫做观世音5个条件有一句金句叫做
以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啊；以恕己之心恕人，就能保情谊啊，也是这个意境啊。还有很多京剧或佛语啊，或者是儒家思想啊，意境都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很类似的，也都很适合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人情中啦。例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啊，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啊，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等等，这些句子每一句都有内外之分，就在提醒我们向内关照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向外体察众生，关怀别人的苦，这些都是不离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的精神啊。现在是农历7月哦，前个月也就是5月底在台大的一场博士班的毕业典礼中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嘛一位非洲坦桑尼亚的黑人博士他代表毕业生致辞那这个新闻就很有激励作用一直被广传他除了分享如何在赤贫的家乡在缺水缺电的困难环境中力争上游在贵人的协助下他获得了英国一位慈善家叫做珍古德博士的赞助，来到台湾，进入台湾大学读书他把半工半读的一半薪水寄回家乡帮助5位跟他一样在困苦中求学的孩子。那这位黑人博士他在致辞尾声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不要只想着要领导别人，而是要先去服务别人，这样才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讲得很好，这句话跟我们读书会经常提起的不要只想改变别人，而是要先改变自己，道理是相通的。论语有一句话说不患无为，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说不要担心自己没有那个地位，应该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坐上那个位置的实力跟德行也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而是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了解的人那这句话跟易经所讲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也是相互辉映意思就是说有财富还要有德行才能守得住财富，有权力还要有德行，才会善用权力，也才不会滥权有才华还要有德行，才能利益众生。同理，有福报还要有德行，才能承载福报否则德薄而位尊，或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是吗？这个就好像容器很小，却要装很多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对不对？所以古人说小胜靠智慧大胜靠德道德，有德才能载物，有量才能容人这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也是修行的重要方向那以上这些论语跟易经的话，重点都在于要把眼光从向外调回来向内从要求外在的环境转为调整自己的心境这个跟对己观自在的精神也是相通的观自在不是一直看外面的观自在不是一直看外面的境界，或一直在外求而是回头过来关照自己的心，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求诸己嘛，小人求诸人嘛，对不对？那君子会反问自己有没有起烦恼有没有很执着我有没有尽本分我有没有爱发脾气我有没有很爱说话我有没有说话很感性做事很率性有没有说起话来吓死人做起事来就笑死人等等，罄竹难书，竹凡不及备载
这些自省，就跟孔子讲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是同一个方向，很值得我们一起警惕啊！很多人有烦恼，这些烦恼不外乎什么？为什么别人被提拔而我没有呢？为什么别人都赞叹他而没有赞叹我呢？为什么别人都不了解我，甚至误会我呢？对不对？所以孔子讲“不患莫己知”，刚才讲“不患莫己知”，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一直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啦，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而是要对己观自在，提醒我们不要设想改变环境或改变别人，而是要懂得往内对内调整自己的心境，这样才是一念心转万境转的关键所在了。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对，最后还是要什么？回到自己的一念心呐。所以才说存乎一心嘛，对不对？那儒家也讲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就是说，自己要先站得稳啊，才有能力协助别人也站稳啊。自己要先观自在，才有能力去观世音啊。好，那刚刚分享的这些，其实都是推己及人的精神呢。那这些道理也是很接近什么？对人观世音嘛。那观自在跟观世音的道理，也是同样可以用在志工的工作上面哦。可以拿它来自我盘点呢。例如做志工时啊，也会被人家误解嘛。但是你会不会急着解释呢？你会不会急着反击呢？还是先反观自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言行不恰当的地方，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能够这样的处理，就是对己观自在。不但如此，同时也能理解对方可能因为误会而说出那些话，可能这就是怎么样？会从善解得自在嘛。能这样去同理别人、善解别人，其实也就是什么？对人观世音呐。因此，观自在跟观世音其实是一体两面呐。不但能安住自己，也能利益他人呐。那一些高僧大德的一生，几乎都是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的最佳示范哦。例如弘一大师，他曾经是才华洋溢的艺术家，出家后不追求名声啊，不在意享受啊，不计较得失啊，即使生活非常的简朴，他还是安然自在，对生死更是自在无碍啊。其实不止弘一大师啦，像已经圆寂的星云大师啊、圣严法师啊、净空法师啊，还有一些诸山长老等等，这些一代高僧，他们就是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的人品典范呐。那正念上人也不例外啊，对自己简朴自在，对人无尽的付出，自己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单呐。身体为样时，也很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面对外面的赞美、批评、误解，都是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就是标准的对己观自在。不但如此，在面对灾难来的时候，例如地震啊、水灾啦、战乱啊、贫病啊、苦难等等，正言上人总是第一时间去关心受苦的人啊，这就是对人观世音嘛。佛陀成道后呢，并非人人都恭敬他哦，还是免不了有人要辱骂他、诽谤他，甚至有人要害死他，对不对？有一次有人当面辱骂佛陀啊，结果佛陀只是平静的问大家：如果有人要送礼物给别人，而别人不接受，那这个礼物是属于谁的啊？大家都回答：那这个礼物当然还是属于送礼的人的啊。那佛陀就对众开示说：所以啊，我如果不接受你的辱骂，那这个辱骂是属于你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智慧跟意境就是对己观自在啊，对。佛陀这一招很管用，用得出来就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如果用不出来，那就只好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
我们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互相鞭策。好，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今晚读书会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就讲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